嗨，大家好。今天出来骑行，跟昨天下午出来骑行的时间差不多。最近几天啊，到了黄昏快要来到的时候啊，天气就会转阴。前方呢，天上的乌云越积越多。不知道会不会像昨天那样，回来的路上被一场大雨浇透。我现在骑行在祈福大道上，感觉迎面呢还是有些风啊。只要有风，再加上这样的阴天，就有可能呢就会有一个阵雨要下来。夏天的广州啊，就像现在天气预报的那样，每天呢都是35、6度这样的气温。虽然呢，网上有很多的预测，说广州呢可能也要进入到40度这样的高温的天气啊。其实呢，我对此并不太担心，因为呢，根据我在这边生活了那么多年的经验啊，但凡这个天气有风起，有阵雨下，应该说呢还是会延续一贯的这个套路。暴晒了几天以后就会有一个起风和降雨的过程，然后这个天气呢就会气温下降若干度。每天随意在村里头骑行一下，幸好呢祈福新村也够大，每次骑的方向可以有所不同。突然看见这边有一个检测核酸的点想着明天呢就要到医院去做检查，所以趁此机会呢就在这边做一个核酸。我这车能不能再放下？就是放上来了。对，那边吧，放那边。好，谢谢啊。这边呢是祈福新村内的一个算是街道的党群服务中心，现在呢就设了一个点。
基本上每天特定的时间都可以到这边来做一个核酸检测，以方便那些需要码才能够出行的人做了核酸检测就方便他们出行。但是大规模的核酸检测比以前还是少了很多次了好，做了一个计划外的核酸检测，想想应该也有1个多礼拜没有做核酸检测了。正好在村里骑行的时候，骑到了我们祈福新村的一个算小的社区中心吧。这边现在是长期的摆着这个核酸检测的摊，让那些有需要的人，有些要出差去外地买票坐飞机还是需要一些，比方说需要出示24小时、48小时或者72小时不等核酸的检测。广州最近零零散散的也会有一些散发的阳性的病例，基本上都是一些去了某某地方回来以后在一个主动申报去做核酸检测的时候发现有阳性的病例，好像没有听说过有什么重症的病例那么现在整个的这个医疗系统或者政府主导的一种防疫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可以很快的来应对那些突发的某些人或者某些区域的这些阳性病例的管控，会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做大规模的核酸检测，还是说是局部人的筛查。同时会有一个基本的态势，就是那些对于要出门，无论是上班，尤其是要出差的这些人会在这个核酸码里呈现一个你是多少时间之内做了核酸检测阴性的这么一个结果。那么就以这个结果来管控你需要去搭乘的某种特别的交通工具，进入的特别的场所，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从外地，尤其是有病例发生的这些地方回来的话你也必须在回到家以后，立马就到你的附近的地方那么最多的就像这些社区的中心，有做核酸检测的点去做核酸的检测。那么在确认了阴性以后你就可以正常的上班。
那么根据不同的要求呢，你有时候可能就需要连续几天之内要做几回。具体是怎么一个规定呢？也是经常会根据不同的疫情管控的需要呢，不断的做的这样的调整。所以呢，现在的管控基本上是2条线，一条呢就是你出门，尤其是你要出差，坐一些交通工具，比方说高铁啊、飞机啊这样的一些交通工具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提示多少时间内有效的一个核酸检测的这么一个结果。那么这些呢，你只要做了核酸检测呢，就会在1天之内，甚至更短的时间呢，反映在你的健康码。有些地方呢还会加一个行程码，就是你虽然是阴性，但是也要看看你有没有去过有可能发生了一些密接的区域，或者已经有了管控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另外一个呢，就是对回来的人员，从本市外，尤其是外省回来的那些人员呢，就通过回来后的一个申报，及时的进行核酸检测，排除阳性以后呢，才可以恢复你在本市的正常的一种生活状态啊。这已经成了一个常态啊。这个老百姓呢，大家适应能力也很强，或者说呢，也不得不适应啊，因应这样的一种疫情管控这样的一些措施。虽然从内心来讲啊，大家肯定有各种不同的想法，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统一的要求底下呢，你也只能是随大流，按照这个要求呢去做好这些该做的事。我13天嘛。虽然说啊，我作为一个退休人员，目前来讲的话呢，并没有什么必须要去一些需要出示24小时或者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的这些地方，更不会呢需要出差去到外省市这种地方，正好路过这样的核酸检测点，或者呢在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做核酸检测的这种大规模核酸检测的时候呢，也就就近的去做一做而已。有时候呢，也是以备万一啊，突然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出示这样的一个健康码，包含有你做过核酸并且是阴性的这么一个结果。否则的话呢，你可能就会当场就有抓瞎。说着说着呢，我们就骑到了外面啊，骑到了祈福新村的医院的跟前。记得呢，以前也跟大家来介绍过啊，到祈福医院来做核酸，并且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很详细的做核酸的一个流程。但是那个时候呢，核酸检测啊，都是要到医院里头去，在一个统一的核酸检测点来做，并且呢还是要付费的啊，好像呢是要花30来块钱啊，具体多少钱我也忘了。其实呢，我今天啊刚刚还来过祈福医院，是定期的做一个身体的检查，也顺手呢给大家拍了一些医院的内景。正好呢，趁着现在啊，在医院的门前再一次经过，所以呢，也想跟大家呢简单聊一聊啊，现在这个疫情底下的看病啊或者约诊的一个流程。祈福医院呢，已经建了很多年了，
不管你是在村内还是在祈福外面的大马路上的，都可以看到啊，还是相当现代化的建筑，上面呢有祈福医院的这样的字样。原本呢，祈福医院呢就建了一栋的高楼，包含着门诊和病房，都在一栋楼里面。因为祈福新村呢，地盘不断的扩大，居民呢不断的增多，因而呢，祈福医院啊也不敷使用，就在前些年呢又重新扩建了更大的一个大楼，现在呢就是被称之为2号楼。我现在呢正走到了祈福医院的里面，顺便呢也给大家来拍一下祈福医院的目前的一个情况。我们前方可以看到的那个祈福医院啊，弧线型的造型还是相当不错的。这个医院呢，就是1号楼啊，就最早的祈福医院呢，就是那里，包括急诊、门诊、病房。这几年呢，就建了这个2号楼，大家可以看到啊，占地面积更大、更高、更大的这么一个医院。那么这个医院呢，现在啊，大部分的门诊呢都搬到了这个里面，但是上面呢，我相信应该也是一些病房啊，当然我没有去过这个里面，不太清楚。然后呢，整个占地面积非常大，这边呢就有很大的停车场啊。这个停车场呢，不但有马路上的，也有楼底下的。原本呢，这个祈福医院的2号楼的楼下呢，是一个核酸检测点，也就是我有一回给大家来专门拍过整个核酸检测流程的地方。这个2号楼和1号楼之间呢，其实是连起来的，有个连廊。我今天呢，因为到那边去检查啊，两边都有去过。从这个2号楼的2楼呢，它有一个廊道啊，直接可以去到这个1号楼的3楼。那么也就是1号楼的1楼到5楼呢，还是有很多门诊的部门呢，照样在那边进行诊疗。只不过呢，把一部分的门诊呢，就分离到了2号楼。祈福医院的急诊呢，还在老地方啊，就在原来的1号楼的最西面。除了一般的急诊之外呢，还有发热门诊啊，还有一个比较紧要的门诊就是胸痛门诊，主要还是因为心血管方面引起的一些急诊啊。这里是核酸出口，入口请直行。这边呢就是1号楼的急诊啊，有很大的字写得很清楚。那么从这边汽车和行人呢，就可以通过这边呢离开这个医院的区域。在前方呢还有一个独立的小楼呢，就是发热门诊。普通老百姓呢，对于这些医疗机构啊，感到又神秘又可怕，甚至呢，就生怕自己跟这些医疗机构啊沾上边，甚至呢都不愿意提啊，也不愿意了解这些医院的情况啊。
会觉得戳眉头啊。心理上呢是可以理解啊，但是呢，老实讲，这个医疗啊是一个人一生当中啊避无可避的这样的一种特殊的服务，也是一个非常对民众健康有益的这么一个行业。我自己呢是一个医疗的从业人员，面对这样的一些医院的情况呢，非常的熟悉，也会非常坦然的面对。所以走在医院里头的任何一个地方啊，都不会有违和感，而且呢，总是希望尽自己所能啊，尽量的给朋友们、给民众啊，能够有多一些的帮助，帮助大家呢了解医疗体系，消除不必要的恐慌心理，同时呢，在自己不幸需要医疗的时候呢，能够摸得着门。不会呢失去就医的良机。这边呢，我们又回到了现在的2号楼的入口，也就是现在门诊的这个入口。那我今天呢，已经从这边进过一回门诊里面了。进门诊的话呢，可以通过当场扫码进场，也可以呢在网上先做好了预约，填写自己需要就医的一些问题问卷，这样呢进医院就会更加的快捷和方便。根据我今天去体检的一个感受，祈福医院的整体的就医的流程呢还是非常的清晰。首先呢，你要有一张就诊卡。当然，如果你是第一次到医院门诊来就诊的话呢，也可以当场做一个。如果你是一个有医保的人呢，根据规定你可以指定一家医院的门诊呢来跟你的医保挂钩。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在1年之内呢，门诊的费用直接可以从你医保卡里头存有的钱呢直接划账。但是呢，大家要注意的是，只有1年的期限到了第2年的话呢，你要重新来办一个手续，证明呢你继续跟这家医院挂钩。只有这样呢，你的医保卡里面存的钱呢，才可以继续的在这家医院的门诊使用。否则的话呢，你就只能是自掏腰包了。住院呢，据说是不限的，你只要在广州市里头的任何的医院住院呢，都会按照医保可以报销的那部分呢给你报销。但是呢，你必须要根据自己医保的受保的这个范围自掏腰包一部分，有一个比例呢是需要自己来支付。并且呢，你在住院过程当中所用到的一些自费的药物、自费的检查项目等等呢，都不在医保的住院的报销范围之内，也是要自掏腰包的。整个祈福医院呢，门诊的流程还包括，你有了就诊卡以后呢，你要通过当场到前台去预约。或者呢，你可以通过在网上通过医院的公众号来进行预约，来获取一个你可以就诊的时间，然后呢，你就依时前往。这方面呢，祈福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尤其是在网上预约的时候呢，你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你可以选择普通的医生、熟悉的医生，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主任级别的医生，诊金呢会有所区别。一般来讲如果你要预约这边的内科主任级的医生的话呢，大概你会有20-30分钟见医生的时间这个比很多的一些公立医院大家鱼贯而入，然后呢就潮水一般的退出来，这样的这个体系呢，还是要改进了很多，使得你跟医生的谈话呢不至于3言2语，你还没有提出你想问的问题呢，医生已经开好了处方。但是呢，如果你要找普通的医生呢，可能因为经济上的一些调节，可能病人会多一些，估计呢没有办法保证有那么充裕的时间为你进行诊疗，解答你很多的问题，大概呢也不会有太多的时间呢为你的这些健康呢提供咨询。但是呢，我认为任何一个医生呢，他应该都有这个义务，也应该呢尽量留出他的时间呢，不仅为病人呢做一个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还必须呢为他的病人提供更多健康上的咨询，还有呢就是保健的指导。这些呢，我相信是一个非医疗人员他到医院里头去除了看病问诊之外解决他的迫切的一些病痛以外，最想了解的那部分的内容。如果缺了这些健康管理、保健指导，那我相信呢，医生的诊疗肯定是不完整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这是根据中国的医疗这个体系的实际情况来讲的。因为呢，在我们中国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家庭医生和病人的一种签约的制度虽然现在也在各个社区的医院里面进行尝试和推广，只是呢，这种病人或者说社区和家庭医生进行绑定的这种体系呢，还远远没有形成，或者说呢，还远远没有深入人心。所以基本上来讲，大家呢看病还是去到大医院。所以呢，这为什么我就说中国的大医院里面工作的医生是不可以像国外那种大医院里面的专科医生那样，只负责疾病的这些专科方面的关于疾病的这些解说、治疗方案的说明，还有专业的治疗。而是呢，他必须要行使一个家庭医生和专科医生双重的职能，这个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医疗体系所决定的。但是呢，因为种种的原因，比方说医生的病人的数量太多，酬劳有限，以及其他的一些医生个人自身的认知和理解，使得并不是很多的公立医院的大医院的医生这医生呢，他们都把自己当作专科医生来理解。也就是说呢，并没有太多的这些医生会像家庭医生那样子对病人呢进行苦口婆心的进行健康方面的指导，而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呢都用于专科病例的诊疗。由于呢众所周知的原因，医院呢也要生存发展，医生呢也要体现价值，他也要赚取维持他生计的收入。所以在这些跟利益相关的时候呢，肯定医院、医生和病人三方呢就会产生一个博弈的关系。但是呢，非常的遗憾，在这个三方之中呢，病人永远是最弱势的一方。也正因为此呢，国家也在大力的推进家庭医生签约制这样的一种对我们国家来讲是一种新的医疗的体系。这个就是西方国家的家庭医生这样的一个主流的医疗的系统。因为在西方大部分的国家都是家庭医生担负着守护百姓健康、处理常见病并给予有效和及时的治疗这样的一种体系呢，是有天壤之别的。
归根结底呢，就是我们国内的民众啊，他跟医疗发生的这种关系呢，是通过他和医院或者呢医院的各个专科，也就是说，民众呢是跟一个强大的医疗部门发生一种关系。那么想都可以想到啊，你人和一个机构去发生这样的一种关系呢，是不可能让你能够占到便宜啊。或者说你肯定注定就是弱势的一方。那么西方那些家庭医生，他作为一个行医的个体，也就是说他就是一个有执照的一个人。那么由他这个人呢和他的病人，就是民众一部分的人群，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关系。那么这个里边呢，肯定他为了要维持这样的这种关系呢，他就要更用心，更有人情味儿，更充分地履行他的职责，提供尽可能让他的服务对象，就是他的病人们满意的服务。因为如果不是，他的病人可以用脚来投票，最后呢离他而去，去到另外一家他认为信得过的医生那里，或者态度好的、讲得更清楚的、让他感觉更舒适的医生那里。所以作为病人来讲，到底你是希望能够去到一家强大的医疗机构，什么病都可以看，还是说你跟某一位或者某几位医生的之间发生一种紧密的关系，就是我们说的医患关系呢？我相信每个人呢，根据自身的认知、自己的需要，应该会有不同的认识和需要。只是呢，现在还是处于这样的新老医疗体系啊交替，或者说并存这样的时期啊，民众也需要更多的耐心来等待。同时呢，利用这个等待的时间呢，尽可能的通过各种途径呢，了解中国的医疗体系的一些变化，最终呢，能够找到符合自己需要、对自己有利的一种看病保健的这个途径，以回应自己对健康这样的终极目标的达成。基于现在的话呢，我们的医疗体系啊，还是以大型的这些医院为主，这样的一种模式和现状。所以呢，每一位老百姓啊，也应该对这些医院的就诊的流程、医院在诊疗方面的一些新的投入，对可能你需要的这些专科都有些什么样的医生坐诊等等呢，都应该有一些提前的把握。所以呢，我今天也是出来随意的骑行，再顺便做了一次核酸检测之后啊，想到今天呢，我自己也去医院进行了体检，所以呢，对于我今天在祈福医院里的所见所闻，随手呢拍的一些内容，再加上我对医院、医疗、医生还有病人的这些关系的理解，全当呢骑行中的一次慢聊，并没有什么专业的指导意义，只是我对这些相关事项的一个分享，以供那些需要了解的朋友们呢参考。在一个阴天的黄昏出来骑行啊，居然没有像昨天那样的被一阵阵雨淋湿，现在可以从从容容的回家洗澡吃饭啊，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那今天的骑行慢聊呢，就到此结束。我就在这边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拜拜。